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日本的核废水哦，刚刚亮哥说要叫核处理水哦，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被污染到的水哦。日本人日文叫做核处理水。核处理水，其实我们一般正常排放出去的就冷却水那种才叫做核废水，所以我们应该要叫它说核处理水。现在排放到大海，的确是引起这个所有这个太平洋沿岸的国家的愤怒，连日本他自己本身都非常的愤怒。很多日本的民众在昨天站上了街头哦，他们是直接来抗议，到福岛去抗议。我们来看看相关画面哦，他们是抗议这些群众啊，是讲说大概各地集结了好几百名的群众哦，在东电公司的总部附近哦抗议说启动福岛污水排海的作业。那民众手上还持有说别把这个核污染水排到大海这些横幅标语哦，还高喊着停止排海，别再污染大海这些口号，还说呢，谁会相信日本政府未来数十年会对渔民全程负责呢？因为的确这些日本的渔民哦，就首当其冲，直接被影响到。他们讲说，这样的一个这个核污染水排海啊，是一种暴行哦，所以连日本自己都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愤怒，认为这个好像这个岸田把他们给骗了。那我们看这个日本的 NHK 电视台也讲说，日本的渔民跟这个水产从业者，听到这件事情啊，几乎是绝望啊，直言震惊，说这个政府实在太愚蠢了，今后将无法生存哦。还有一家对于这个中国内地、香港出口业务的北海道公司的人员讲说，公司的财务出了问题，还计划要关门歇业，还裁掉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员工哦。那日本现在赶紧设立了一个大概170亿台币左右的渔业辅助基金啊，希望能够稍微止血一点。不过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大陆禁止这些日本的核排放这个污水哦的一些这个渔产品进口，所以呢，这个鲔鱼的价格是暴跌了24%。另外看一下，日本的农渔水产大臣哦，这个野村哲郎，他在记者会上面讲说，对于大陆采取这样的行动，觉得非常的吃惊啊，完全没有料到哦，这番话让日本的网友跟日本的媒体就怒轰啊，就说你根本就是在状况外，你是反应迟钝啊，不负责任哦。其实这整件事情恐怕连岸田都是在状况外，因为我们来回顾看一下中方的动作。8月17号的时候，汪文斌就讲说，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停止强推排海计划，感觉上面这个态度上面就是坚定的，但是并没有说，我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跟以前好像不太相同哦。以前是说，讲得非常的凶，可能后续处理的动作稍微收一点，可是现在是我温和的提醒你，但是我后续的动作是强烈的。8月24号，当这个核污水排放之后呢，马上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就说，即日起暂停进口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哦，所以这个警告是平和的，可是反应却是直接而强烈的，似乎完全超出这个岸田的预期哦，让日本有点措手不及啊。那光是这个大陆对于这个日本来说，他们是日本水产出口的最大单一市场。2022年在日本的水产品的出口总额哦，就占了这个3873亿日元。那对大陆的这个整个出口总额就是有871亿日元之多，就占了总量将近1/4哦。那大陆现在也引爆了一个反日潮，他们我们先讲完这个日本哦，他们其实岸田的这个内阁现在支持度也跌到了新低哦，这连续2个月的下跌，现在只剩下26%。那大陆的反日潮啊，更是在一些影片上面直接来呈现，我们来看看。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情节嘛，比较有气氛，就是有关日本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全部给弄掉嘛，决定不过了。我生气了，我为你们倒一个！哎呀，我这一倒，这小日本打平了，大象小日本。地球并没有家暴，但是并没有害。对，
对，所以就是原本在卖日本料理的这个大陆人呢，他也就是把自己的店给砸了，或者是他们现在在天津的一些市民哦，就说要炸平小日本哦，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都纷纷的响应。那还有四川人哦打电话到日本也是很可爱了，打电话去说摩西摩西，然后讲说，哎，为什么核污水往大海里面排？因为他只会讲摩西摩西哦，所以直接打去这样子大骂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反日潮，甚至这个驻北京的大使馆还说，哎，不要在大陆讲日文哦，因为现在很多的日侨学校啊都有被淡洗啊，或是被扔石块哦，让大家想到说，这个上一次2012年日本把钓鱼台国有化之后，大陆发起的反日潮非常的激烈，当时有70个城市爆发了反日的示威，但是在南韩这边同样非常的激烈哦。你看这个南韩的在野党这个李在明，他讲说日本此举是向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在宣战哦，所以你看到这个韩国的环团、还有公民团体、还有4大在野党哦，都在首尔举行大规模的这个集会，甚至还抨击尹锡悦，你根本是在忍让啊。那在韩国里面哦，他们的一些市场摊贩哦，都直接受到了冲击。他们说，哇，直接发现市场是空无一人，让摊贩都非常的崩溃哦。那韩国的这种日本料理店还说啊，改卖刀削面好了，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韩国的政府都不作为，那现在甚至还让这个企业食堂要开始多买一些海鲜哦，引发企业很大的反弹。那连泰国、俄罗斯也都宣布，如果你要改卖到我们这边来的话，我们要加强这个严加审查哦。那斐济同样也是很多居民走上街头来抗议。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日本也说是核处理水啊，所以日本才弄了一个叫 ALPS 系统，声称它可以过滤掉所有的辐射元素嘛。因为福岛核电厂是出过事的，所以它是有一些核污水。那它现在混合，因为它现在已经要恢复营运，所以有一些正常的核废水，可是两个是混在一起的。对啊，所以日本人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这个叫核废水，你知道吗？所以台湾的媒体真的有点过头了。台湾媒体就直接说那个是核废水，这是错的，因为连日本政府都不好意思这样说。日本政府说是核处理水，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是不相信嘛。他说你那 ALPS 哪有那么厉害？我才不相信你能够长期可靠。那因为它是每天排嘛，所以中国大陆就直接说你那是核污水。现在的重点是在这儿，就是说你核处理水，你是不是要取信于周边国家跟你周边的渔民嘛？因为当初那个国际原子能总署事实上并没有帮他背书啊，他出了那个调查报告，序言那个干事长那个 Grossi 就公开写了，说我们没有帮日本政府背书，我们是提供这个报告让大家做参考啊。那基本上就是你一定要，那当时日本政府有做承诺嘛，说他要取信于日本渔民嘛，然后还有周边的国家嘛，可是他并没有做到啊，他就直接干了。现在的争议是在这里啊，所以我说，因为台湾事实上要有1年多才会到，所以我坦白讲啊，我说站在台湾这个外交的尴尬啊，稍安勿躁好不好？绿媒不要一面倒去说人家是核废水好不好？你讲这个日本人都不好意思啊。对，绿媒一天到晚都说核废水啊，人家氚浓度比很多国家都低啊，比中国大陆低啊，比别的国家低啊，为什么不能用？问题是它不是核废水嘛，连日本人都说是核处理水，请你读一点日文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日本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并没有搞定他的渔民嘛，所以渔民也在抗议啊。韩国连文在寅都跳出来了，虽然尹锡悦也不好讲话啊，可是文在寅就跳出来，国会议员好几个人理光头抗议啊，然后渔民上万人上街啊，菲律宾的渔民也在抗议，南太平洋的斐济也在抗议。你台湾没有抗议就已经是亚洲奇葩了，竟然还有人说有益健康，那给他吸朗就说台湾太淡定了，就说这个你台湾的媒体一面倒，要说那个是核废水，对不起了，连日本政府都没有这样说。我现在看到 TVBS 的标题也写日排核废水，对不起，是错的。日本政府说是核处理水，好不好？
我们如果要中立，你就用原来人家用的词嘛。对哦，你那个绝对不是核废水啦。如果核废水你去比较氚的浓度，那我当然同意啊。问题是人家就担心你里面有别的东西嘛，是因为你混了之前福岛核灾的一些成分嘛，所以人家才会积极要求验啊。那我跟你讲啊，韩国现在已经要到了一个待遇，他每2周去现场查验。请问台湾政府有争取这个条件吗？而且我担心未来中国大陆不能出口，那边就42%了，搞不好都倒到台湾这边来。那我们台湾要不要标示一下？啊，他还说1年抽验100件，会不会太少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渔业署啦，还有消费单位也应该就这个问题要表个态吧，大概是这样。我们也替谢长廷争取啊，每2周去多喝一点，有益健康，这题应该不错吧？来，我们来问一下大使。这个会用核废水哈，这个始作俑者就是谢长廷。谢长廷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讲过啊，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核废水每一国都有，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核废水这个含这个氚的含量还比日本还高嘞。他天天从头到尾就在替日本讲话，这就是说，哎，这个含雷啊，这个就是含这个有放射性物质的水有益健康，哇！结果他说里面有雷嘛，对不对？结果我们的医学专家说，没有任何一篇报告说雷对人的身体有益，对啊，所以就胡扯，这个政客胡扯乱讲啊，这个谢长廷莫此为甚啊。那日本的这个水，刚刚郭人讲非常对，日本连那个所谓的原子能总署也没说是废水，他也说是 ALPS 处理水，他都用 treated 就是处理水，所以人家的社会是非常精准的，专业也非常精准的。那个 LPS 他们这个所以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干事长也是秘书长，他也说啊，我们写报告不表示我们同意日本政府把这个ALPS 处理水放到海峡，也不表示我们为他这个做法背书，这是日本人自己政府自己做的决定。讲得非常清楚。那事实上的话，这个所谓的核污染不是只有一个氚，事实上核的物质有60几种，而且这些物质它的半衰期有的上万年啊，它是永远不会衰减的，它会存在。那你到海水里面，它就一直危害上万年，你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核放射物质怎么样，把它的破坏性跟它的伤害性减少。对。那日本从来没有告诉别人说，我除了验氚之外，我那个 ALPS 除了验氚之外，别的有没有验，他都不知道，一点都不透明。当时有好几种处理的办法，只是要日本人多花一点钱而已啦。那个搞这个大陆跟俄罗斯建议，那你就搞蒸发嘛，就把它蒸发掉。不过现在这种方法贵10倍而已，那加起来也不过才300多亿啊日元呐。那是对现在来讲的话，他花700亿去做公关来讲，只是一半都不到，可是日本就不愿意，这里面就有很严重的日本的官商勾结的问题，所以日本老百姓也是受害者，所以他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的这个情绪非常的强，韩国也越来越强，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强，我觉得日本的整体的经济会受到这个影响，只有日本经济受到影响日本这个政商勾结的结构才会有一点点被打破。好，来请教赖老师。日本编了700亿日元，要做认知作战，要消除国际间那么对于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染水产生的这些反弹的声音，它要编了。我们也很快的就看到了欧洲有一些媒体已经开始有反应，也很有趣例如说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反中的一个法国的国际媒体它是法国政府的官方的广播公司，他就引用了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里面的一篇文章，说哎呀，中国大陆反应过度了，这个没有那么严重。那他说这个日本排出来的这个核污染水它所含的放射性的成分比我们全世界饮用水的标准还低7倍。他是这样讲，法兰克福汇报比我们一般标准的饮用水的这个放射性的含量还低7倍。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要排到大海去稀释？对啊，比一般的标准都低7倍的话，那为什么要排出大海？这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没有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不用反应太强烈了。那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今天福岛这个事件发生是在英国，那英国呢要开始把这个水排放在大西洋，那你德国的绿党会赞成吗？你法国会赞成吗？整个欧洲绝对都不会赞成。为什么？因为它会污染整个大西洋，欧洲的这些一定跳脚。可是今天因为是污染太平洋，他没感觉，所以他说你反应过度。好，英国 BBC 讲得更有趣了。英国 BBC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中国大陆这个反应啊，对日本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家都在冷笑中国大陆的反应。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问了很多日本人，他说啊，水产品占日本的 GDP 1%而已，哦，所以影响不大。而这个1%里面，日本人消费绝大多数。可是我们去看了一下，日本的有关于水产品，它的国内的消费从过去的6、7成，现在降到6成以下，所以它4成多是往外输出去的。那没有错啊，你1成不到，4成往外输出，而卖到中国跟香港的就42%，那就是1.6%而已，就很少了嘛。哦，那既然很少，那当然影响不大。影响不大，你岸田文雄为什么气急败坏？啊，你 BBC 为什么还把这个当做一件大事？竟然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要撼动你日本的经济，我们要表达愤怒的意见，因为这一波排放的核污染水是7000多吨的，而且要排放17天，而它全部的这几万吨的核污染水要排到大海，要用到30年到50年。我们现在表达愤怒是要它停止排放，要日本停止排放。可是如果日本执意不听的话，那现在只是禁水产品，接着呢，整个大家引起大家的反弹，拒买日货的运动，这影响才是真的大。所以我觉得岸田文雄，你们自己想清楚，要继续毒害我们自己，还是要停止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雷蒙多访问中国大陆哦，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他讲说啊，人人都想跟美国商务部长说几句话，连中国也是啊。那我们就是很想拜读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想去跟他讲话那结果我们点进去哦。看了半天，我们看原文哦，也没看到说到底是谁想跟雷蒙多讲话。总之，好像这个标题讲的，大家都好想跟雷蒙多讲话，但是点进去却没看见到底是谁哦。那我们看看哦，就是中文版后来就翻译说这个雷蒙多如何成为到访的压轴官员，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英文版的这个翻译哦，实在是没有提到说到底是谁要跟他讲话啦，所以干脆中文版就直接换了标题，叫做压轴官员。的确算是第4个访问中国大陆的哦。那现在这几个月来，中国大陆一直也为着他这个访问来进行这个，就是他的访问事情一直在进行双边的沟通。那今年的春天呢，中国大陆的骇客，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报道，他说中国的骇客一次行动入侵雷蒙多的非机密的电子邮件哦，商界半导体公司，然后寻求让他听到自己的诉求哦。那反正他就是讲说这个时空背景大概是如此啦。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讲说，这一次的访华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雷蒙多也会这个为拜登跟习近平在11月份旧金山亚太领导人峰会上面举行会晤来铺平道路，所以他是带着任务使命而来。那他就讲说要寻求艰难的平衡。那根据分析讲说，现在中美的关系紧张所以贸易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一些分歧，加上中美的元首原本就预计在11月份时候会会晤所以现在雷蒙多也希望可能就是在这个可能会晤之前最后一个来访中国大陆的官员，也要再讨论到一些双方会晤的一些细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雷蒙多抵达北京当然大家会来比一比他的一些规格，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
好，我们看到画面上面雷蒙多晚间搭机抵达北京，然后大陆的商务部的司长这个林峰就到场接机哦。那此行也是雷蒙多首次访问大陆哦，不过看起来就没有红地毯欢迎哦。那对比上一次叶伦抵达北京的时候，中方也算是这个低调接机哦。不过有这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还有这个杨英明等人呢，也都到场接机哦。所以看起来这2次就是叶伦跟雷蒙多的访问哦，也都没有红地毯，也都没有管饭啊，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并没有安排相关的这个晚宴来招待哦。像你看叶伦他自己还是自掏腰包去吃这个剑手青哦。那另外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布林肯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访问哦，其实同样也是缺红毯，而且习近平跟他也是上座下座这样的一个关系哦。美国媒体就讲说，这真的是一个精心设计哦。那接机的也是中方的官员，外交部的北美大洋洲司长杨涛以及这个伯恩斯的访问哦，来接机啦。那所以这个司长级的中方官员是在这个机场接待，所以看起来你可以足以见得这几次哦，就是美方的官员去访华，感觉上面中方都是有一种好像比较被动的一个姿态哦。对比那个民间的访问，好像规格上面是习近平亲自接待，包含了像是比尔盖茨，包含了像是这个季辛吉，这个待遇上面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甚至连这一次的雷蒙多哦，我看到大陆的官媒报道的数量都非常的少，大概都只是说哦他到了，或者是他来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哦，连这个细部的内容好像都很少讨论，所以有一种冷处理的感觉。那我们看这一次的雷蒙多来哦，他讲说美国的国安仍然是重中之重哦。那美国无意跟中国的经济脱钩，但是国安战略的执行是不容妥协的。他们说要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跟国安，仍是他现在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哦。因为跟中国大陆的生意和贸易上面，其实还有很多，他就暗指中国有一些贸易不公平的行为哦。那他说希望能够促进可以促进的领域，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王文涛跟雷蒙多举行的会面，他2人相谈大概2个多小时，在8月28号的时候，那其实他们有提到说，这个未来双方是以直接开放跟务实的方向来沟通哦。那拜登真的是想要和缓这个中美的关系嘛？因为外媒在讲说，你一边要提升中美的关系，一边又在这个或者是什么投资令哦，这些措施又祭出更严厉的一波的这样的限制哦。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戴奇也讲到，他说大陆主宰了这个稀土市场哦，让美国的供应链很脆弱。可是谁先开始进这些晶片出口呢？不就是美国开始这一波的贸易制裁跟反制吗？所以你看戴奇这样子讲哦，讲说这个电动车的马达还有高科技的产品哦，这些稀土的供应哦，都还是主宰在中方的手中哦，所以是中国害我们供应链脆弱不堪的但是美国自己恐怕也难辞其咎啊。我们来问一下亮哥的看法。这个雷蒙多事实上还是会，他有讲一句话啦，他说他不会手下留情，可是会比较务实。这样你听懂吗？我不会手下留情，可是我会比较务实。表示中方提出来那个全面性的，说要取消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这个基本上他不会回应基本上全面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权利回应就好比叶伦去，贸易战要不要取消他不能回应所以就不会得到很美满的答案比如说美债，你看连一点新闻都没有，对不对？对啊。所以还是会我估计是他会聚焦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比如说市场准入的问题，就是中国对美国还是有一些产业的领域是不准美国企业经营的那本来中国愿意到那个中欧投资协定要开放欧洲嘛，那就欧洲也没有去签嘛，对不对？所以各国都没有批准。可是美国就是受到严重的限制有很多领域啦尤其是那个服务业那第二个就是他对那个美光在中国大陆被制裁嘛，他要帮他讲话了然后还有广义的反间谍法啦，事实上这个表现在中国大陆突击检查美国几家金融或者企管顾问公司啦，或者是做一些公司资讯的调查公司啦。
那中国大陆就认为他们都踩到了国安的红线，那甚至有一些人被抓，他们都是聘请当地的中国人啊。那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敏感的，因为这也牵涉到美国 CIA 开始跟美国企业做了一些，就是美国企业他一定会收到一些情资嘛，那 CIA 会要求他们去跟他做沟通。那中国当然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就会去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公司的调查。可是美国有很多服务业，它在中国大陆是要做公司的调查嘛，不然怎么投资？那这里面当然会有很多是还没上市的，或者是有些跟军方有关的，或者是扯到敏感科技的啊。所以后来我就看到美国有一些大的投行啊，干脆把他在中国大陆的雇员先全部解散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运作这个问题一定会谈，这个问题大概是雷蒙多这次去的主要议题。那他也会见美国商会，大概就是要了解状况，然后希望跟中国大陆能够协调出一个明确的规则啦大概是这样那另外，因为他既然没有带巧克力来嘛，所以你要叫人家买波音啦、买大豆啦，还有送更多中国旅客去美国啦，我看中国也很难承诺嘛。好，来请教介老师。我觉得他这个雷蒙多，他这次他也知道他这个任务艰巨所以他出访之前，他就说他这次去中国大陆是要寻求一个艰难的平衡，非常困难的平衡。那问题就过去美国跟中国大陆贸易主要依据的是 WTO 的这个准则啦。WTO 对于一个国与国之间贸易有非常详细、非常完整的一套法规来处理。那很可惜是美国单方面把 WTO 法规都丢掉了，然后寻求一个规则化的一个往来。可是这个规则是什么规则呢？你就是美国的规则吗？那这个就比较难了。也就是说，过去的平衡就是用国际贸易法来铸成美中经贸问题之间的这种商业问题这些平衡被美国打破了，所以他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的话，那就很困难。因为跟美国在谈经贸问题的时候，美国常常提出的要求是 WTO 还没有规范的部分，因为美国常常会对你的国内法的部分你怎么制定法律他会插手的。他认为你这个国内法不对，他就要插手来处理。那这是很多国家无法忍受的。然后美国现在在国际贸易上推动一些原则是 WTO 不接受，比如说所谓的劳动标准。也就是说，我美国人，我在国内我这个我一天只工作，比如说5天，然后呢，我一年有多少保证的休假，然后我最低工资是多少，然后我这个什么伤残补助什么我都是很高的，所以呢，你们的劳动标准太低了，不行，你要把你的劳动标准怎么样，把它提升。另外说我的环境标准很弄，这个东西我的排放标准是这么高，你们排放标准不够，所以让我的这个成本增加。所以美国常常是要把他自己标准强加到别人，所以这个他要寻求一个艰难的这个平衡，他也知道很困难，因为这就要美国单边的意志力跟美国的拳头了。他不是用国际标准来说服他的对手，那你靠拳头的话，其实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在没有国际贸易法规的保护之下，跟美国用拳头之间已经打了快5年了，美国也没有得到什么最多的好处现在是美国反而这个企业让这次雷蒙多这次去美国访问已经先杀了他的气焰。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晶片的业者已经到华府去找他了。是，就是说你再制裁的话我们就制裁到我们美国了。对，所以他去的时候已经带了2个伴手礼了。那中国大陆呢？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放松的迹象，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整个寻求艰难的平衡最后可能空手而去空手而返。好，赖老师，全球央行会议现在正在召开委托哈佛大学一个教授跟英国的一个大学教授联合写的一篇报告，那就谈到有关于美国远离中国的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成功，结果论证结果是失败，引用的都是科学的数据那里面就谈到了，中国大陆有竞争力的产品，美国无可取代的，一样卖到美国去，但是关税美国人吸收，所以物价上涨，消费者损失
很大。那这也造成这个联准会必须要升息。那联准会升息，经济就衰败。可是中国80%以上的企业没有受到影响。那另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就移转到这个越南、墨西哥，一样把那个产品卖到美国去。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更加的依赖中国。对。而那些产品，由于美国要拉拢越南，给予更好的税，要这个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区几乎是免税，所以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反而更加的强大，美国的依赖更大。所以他的论证是，美国的远离中国是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不能再走下去了。为什么要讲这一段？雷蒙多事实上手上是有筹码的，有资源的，他可以放宽，他也可以取消限制，他至少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把很多的讯息带回去，他可以表达更多的意见，跟美国的总统拜登表达更多的意见。那对于那些有偏见的戴奇，他可以联合耶伦去压制戴奇的这个带有偏见，但是却不食人间烟火，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而只有伤害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些主张。对，他可以这样做的。那现在看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能不能说服这个雷蒙多，可是看起来也不容易嘛，这第一点嘛，不容易，偏见也很多，对吧？所以你要说服雷蒙多也不容易。那雷蒙多要去中国大陆的之前，他讲了2句，我把它称之为鬼话。怎么说？鬼月听鬼话。对，因为他说我是要来平衡的，平衡这句话就是鬼话，就是话术。为什么呢？我的右手砍中国，砍得狠，我左手要中国向我买东西，那这是不是鬼话？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伟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这个蔡政府花钱大内宣不手软竟然有一个独家消息说，哎呦，我们的经费快要烧完了。原来我们这些日子以来看到有这么多国外的政要来台湾访问其实这个预算看起来4亿的访宾接待费用已经快要烧完啦，现在很头痛因为外交部编的这个访宾预算虽然这个逐年在增加但是今年4.26亿看起来花费的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据消息指出现在这个访宾来台湾得要自费了，已经没有经费可以支应，还得取消那何志伟也出来讲话了，这句话我们看看该怎么解读他说近期很多外宾来台湾那我们的国会议员出访的时候机票、餐费、食宿都是自己掏腰包，大家也觉得没关系那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他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是说我们现在自己国会议员出访都还得要自掏腰包因为外宾来太多，都已经花掉了该有的预算了。另外我们看一下外交部讲他有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外宾的这个预算都是事前审核，没有因为缺钱而取消邀访那所以他说不会已经有这种决定邀访但是经费不足有取消的状况。那裴洛西之前访台的时候不是这个东风飞弹导弹飞弹越过我们台北上空吗？那其实你看外交部花了3600万聘这个公关公司来游说美国，那可是到现在目前为止裴洛西访台的费用仍然不明还没有公开的这些记录。一年花这么多钱在美国找公关公司外交部讲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常年的做法呀，不分党派都是这么做的。可是网友们或是民众就认为其实你都是花钱买来一些这种口头声援或者是花钱帮这个民进党大外宣而已，实质的效用其实看起来并不大，反倒有些甚至是让的台海变得更加的紧张。那对于这个陆客开放来台，你看民进党态度我们就从王国材的这一番话来讲，9月恢复这个两岸的旅游，现在看起来是卡关。王国材讲说好像是对岸的问题他说希望对岸你开放心胸赶快善意回应他说目前陆委会已经释出了善意了，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岸你能够开放心胸，期待中国大陆有正面的回应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也很矛盾因为
其实不回应不是对于民进党来说最好嘛？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早就回应过了嘛。那你们现在一直在操作抗中保台，对你们来讲，不回应不是刚好正得你们的意吗？所以你看哦，国台办的讲法，他说都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在画饼哦，因为台湾的规划未设明确的这些日期，那名为恢复，实则是拒不解禁；名为开放，实则是加强更严苛的限制哦，完全都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在画饼啊。另外看一下，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在南海呢？你看美国的第7舰队的司令啊，他提到说，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包含了像是他们的海警船向菲律宾的这个舰艇发射高压水炮哦，这些都是受到了挑战，所以必须要制止啊，必须反击的。那日本的这个准航母出云号哦，也第一次停在这个菲律宾这边。那他们的讲法是说，因为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这种专横的活动，在日本的附近也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日本的出云号就跑到菲律宾这边，要支持菲律宾啊。那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这一边，美国的防长奥斯汀他说呢，跟印尼的防长普拉博沃都认同应该要强化国防的能量，实践印太安全还有稳定区域的情势哦，像是战斗机的升级，还有采购多用途的战斗机，还有旋翼作战直升机这些新型的装备呢，这样子才能够遏阻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违法扩张哦。所以他说，现在这是在帮助印尼的空军更加的现代化。那中国驻印尼的使馆也回应了这个奥斯汀这样的一个讲法哦，他说中方是反对个别国家罔顾本地区的国家人民的福祉哦，竭力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所以看起来南海这边还是挺不平静的。我们来先问一下亮哥，这个我们外交部的预算事实上那个蔡政府他执政7年已经调了9个邦交国嘛可是外交部的预算事实上不断的在增加，对，所以等于是员外的预算改为跟非邦交国交往的预算哦，这样你就听懂了。而且事实上2023年是破纪录我们2014年的外交部预算是222亿222，到了2023变成301亿，所以你就知道邀请什么特拉斯来台啦，佩洛西来台啦，雅斯伯来台啦，还有人来领那个景星大绶勋章的啦建议台湾每家都要派 AK-47的欧布莱恩啊，那个都是要花大钱的所以我这个当然啦，就是台湾的外交本来就很多都是金钱外交啦，这是事实啦。只是说以前是用援外的方式，对，那现在用邀请贵宾的方式那到底哪一个有效？坦白说，大家看在自己判断吧那总之就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调了邦交国，然后就忘了用钱来做外交了，简单就是这意思所以何志伟没有分到，其实坦白讲，这个立委也有这个年度出访的预算那我记得以前是1年可以用2次吧那何志伟可能比较没差啦他比较不缺这个那其他搞不好这个暗暗在抱怨这个因为出国也要花蛮多钱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吴钊燮自己也要说清楚了。因为吴钊燮老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历来的既有的东西是吗？以前2014年只有222亿，对，那还要包括援外，对，那中美洲议会那6个国家本来6个都是我们的邦交国那现在只剩下1个瓜地马拉，其他都没啦，对不对？那以前肯定他有在这里花钱嘛，那现在都不用花这个钱了，那个钱跑去哪里了他也要说明一下吧不然你一天到晚就看到，蔡英文就在总统府接见贵宾吴钊燮一天到晚也陪上陪下这样他们是觉得援外看起来台湾人比较不会注意到，所以不如邀请来，都改成邀请贵宾。对就引起你的注意，你没看到，对不对？因为你不会去注意海地嘛，不会去注意什么多米尼加嘛，因为那个跟我们太陌生了嘛，所以他现在你可以看到，都邀请贵宾来，然后当然就要配合媒体造势嘛。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外交部事实上运作的方式已经大幅改变了。这个介大使比我还清楚啦。所以以前你会去有援外的做一些
实质项目的投资嘛，对，协助嘛，那个现在是大幅减少，现在都变成是邀请人家来台湾，然后媒体就做得大大的啊，那这当然就包括你要给电视台啊一些预算啊，文宣预算我相信文宣预算已经大幅膨胀了，对，因为他现在有一点是把外交转为大内宣嘛，甚至还包括在国外的媒体登一大堆东西，你不觉得我们吴钊燮常常投稿吗？对啊，你没发现吗？对不对？前一阵子还在意大利报哪个小报纸发表文章啊，所以他现在整个花费已经不一样了嘛。可是这样子是不是对外交有实质的帮助了？这个当然要做全面的检讨了。我只是在跟你讲，我们外交绝对没有省钱啊，没有。我们事实上是花了更多钱。所以我们实质的援外是越来越少，所以邦交国也掉那么多，然后通通都花到这些，可能表面上面看起来。至少是体面的国家啦，因为至少是你去过的国家啦，因为你不可能去多米尼加嘛，可是你有可能去过捷克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好吧，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刚刚那个郭委员讲的非常对哈，其实外交部的经费哈，从邦交国断了9个以后啊，其实省下很多钱。对，因为过去我们邦交国那个援助的经费啊，最起码要400-500万美元一年吧。400万美元，你算算看，就非常非常多，有的后来都炒到上亿美金啊，1亿美金就是30亿啊。马英九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外交经费是在减少，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马英九的时候主张啊，机密预算把它裁到0，外交就透明化。外交部的机密预算在阿扁的时候曾经搞到60亿啊，你想想看，阿扁那个时候外交有多少里面不可告人之事？对，什么巴纽建交案啊，还有什么邱伊人的什么这个支票啊，跑到那个什么达拉斯的赌场啊，对，本来是建交的啊，就是机密预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呢，蔡英文回来叫吴钊燮去搞这个外交以后啊，断交断的全世界，我跟你讲，有史以来最多。可是呢，外交预算逐年增高，现在又回到300多亿。300亿，然后呢，最可恶的就是把机密预算又增加。机密预算就是我怎么做你都不要问，你要问的话，给一些立法委员来说给你们看一下，不能带出去，给看一下就出去了。那立法委员为什么这个何志伟讲这句话呢？因为外交部的公关有一些费用也是让这些让立法委员出国去考察，做国会外交，可是。何志伟自己清楚那种国会外交真的有做出什么成效吗？行考察之实，对不对？然后呢，到风光明媚之处呢，去考察那个风景区好不好看，大概就这样吧。所以事实上，这个外交预算是问题很多，而且我们真正在花外交经费不手软的，就拿立陶宛这个国家来讲，12亿美金，外交部根本没钱。你算算看，12亿美金是360亿台币外交部1年预算才300亿，他哪来的钱？是行政院开发基金，所以他叫公正进拿钱。所以真正要用钱的时候，他找一大堆人出来给钱。那这次在这个美国花的公关费，上一次裴洛西的时候，发觉很多机会也在花，因为我们驻外单位不是只有外交部我们还有经济部，还有安全局，还有什么？还有侨委会，还有什么？还有农委会。他都有他的经费，他的经费都编列在他自己单位的原经费里面，他们也在也在搞游说，也在花公关费，所以外交部这个费用只是一部分而已。蔡政府砸在美国那些政客的钱比我的了解比以前多好多。那最不可取的就变成你这个钱不要做交给一些中间经手的人，你要自己去找公关，不要经手，你要不要给那些什么绿色团体绿色人士？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是违法的，你这个钱不能乱花。对。然后另外你出国补助的话，这些都是访宾接待费、出国补助的费用你不要任何一个单位来，只要是绿油有单位来，你就给他商务舱。你就给他一大堆最高的补助，这些钱都会乱花的。因为事实上外交部断了9个交以后省下很多钱，可是呢成效没有。
然后呢，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做公关，这公关又给谁呢？如果说透过这些绿油油的话，那就是怎么样，一起来吃政府的，吃我们的外交经费。好，我们来问赖老师。其实大家都想问蔡英文，就是外交预算每年越编越高，然后断交越来越多啊，所以断交越来越多，预算却越编越高。这个大家在问说，那你一直在编这个预算，然后邦交一直在断，然后你接着就开始去花更多的钱，去对于非邦交国的这些所谓的政要，然后却又编了一大堆预算。刚刚您提了有关于到美国的游说啊，这个佩洛西来台湾都已经花掉几千万台币，然后他来到台湾又不知道拿掉台湾人多少钱，然后结果给两岸之间带来更大的紧张。对，所以越编越算，越编越高的钱，然后断交断的越多，断交断越多，钱却越编越高，然后呢却一直花钱找人来，然后把两岸关系搞得紧张，然后台湾什么好处都没拿到，然后结果带来的就是一堆坏处。那我们还要纵人，我们还要纵容蔡英文他们当局再这样一直搞下去吗？那目前我们看到了，如果跟外交国防有关的，那当然就是南海的问题嘛。南海11段线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啊，那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域，而今天菲律宾想去占领这个仁爱礁，哎，我们中华民国一个声音都不吭，对啊，民进党政府什么声音都不吭，现在是大陆在维护我们的主权，大陆在维护我们的主权，美国人却说不可以，哦，这个我们要去制止。那你民进党政府对于美国人要伤害我们的主权不吭一声呢？然后日本的船跑去菲律宾停，说：“哎，我感受到这个大陆的蛮横啊，他对我们的钓鱼岛也是这样。”哎，胡说八道！什么时候钓鱼岛是属于你们日本的？钓鱼岛就是我们的。然后民进党政府也一句话不吭。现在是中国大陆控制住这个钓鱼岛。而民进党、日本想要拿回去拿不走了，然后日本恨透了。现在日本把船跑到南海去，然后要菲律宾去打前锋，菲律宾说我不打前锋，你们打。然后美国第7舰队说我们必须要制止中国大陆这样做，你来试看看嘛。当初菲律宾配合你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然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帮我们台湾守住这块海域的时候，你美国的舰队溜回去雷根号溜回横须贺军港所以从此以后菲律宾说我不玩了，我们要来好好的谈一谈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你看菲律宾开始在转变了。那当然，当菲律宾放出这个讯息之后，没有多久，美国会不会又介入了？美国现在第7舰队讲的话就是告诉你，菲律宾说你不要收手，我会帮你出手。那现在看的情况是菲律宾会不会继续被骗？因为美国已经骗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最后一个，我觉得王国材王国材真的你把嘴巴闭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生气了。我们的观光旅游业是气到不行，不过我觉得我们观光旅游业也太温吞了。你面对民进党这样不顾我们台湾观光旅游业的生死，我觉得应该要走上街头了。再不走上街头，你就纵容他们这样为非作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